到自己是假千金后，我拽着资助的贫困生大哭了3天3夜。很快我就要被赶出家门，过上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也没钱资助你了。我的香奈儿，我的哭泣，我的宝格丽项链，妈妈舍不得你们。后来贫困生消失了10天，再相见时，他西装革履，浑身奢侈华贵，默不作声地往我怀里塞了很多大牌包包项链。我这才知道他是豪门少爷，被骗的屈辱瞬间涌上心头。正要把包砸他脸上时，弹幕突然浮现：哎。反派为了女主，还是回家给他那狗叉爹当儿子了。他爹虽然是京城首富，但几乎每天一有不开心就拿儿子撒气，打得可狠。之前直接把反派一只耳朵打聋了，于是他果断抛弃少爷身份离家出走，身无分文落魄街头，但至少不会受他爹的气了。还遇到了有爱心的女主，就是可惜女主命中注定的男主即将出现，对女主开启假千金救赎剧情，可怜的反派白挨打了。我愣怔片刻，一把扯开贫困生的衣服，果然看到了大片青紫的伤口。因为从小体弱多病，爸爸妈妈都很惯着我，弟弟也被迫屈辱的给我当狗。我无理取闹欺负他时，爸爸妈妈非常懂事的自瞄天花板装没看见，气得弟弟诅咒我坏事做尽，早晚遭报应。对此我嗤笑一声，封建迷信，转头就给山区孩子捐了3年的教育生活物资，还资助了班上一个贫困生，一边买各种好吃的疯狂投喂贫困生，一边絮絮叨叨保佑我顺顺利利，没有报应。贫困生少言寡语，长得却是冷白皮高粱鼻，关键是情绪还稳定，耐心听我每天嘴里神神叨叨，也不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，反而非常平静地背书写题。于是在他身边我总是异常安心，觉得他就是消除我那不孝小弟诅咒的法器，一直资助到他上大学。他突然提出要自己打工交学费，解除资助关系，我天都要塌了，满脑子我的法器要离开我了，我的法器要离开我了，那怎么行？我哭着抱住他的腿，求他不要离开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全抹他身上了，爱之痛伤之绝。那场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被资助的是我似的。碍于路人诧异的眼光和有女孩路过白眼加小声唾骂死渣男，贫困生终于无奈地把我拉起来，答应继续接受我的资助。我高兴地跳起来抱住他，猛猛拍了拍他的背，好兄弟一辈子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脸色非常难看，跟媳妇跑了似的。贫困生叫顾延彻，怎么听都像小说霸总的名字，当初却落魄地睡大马路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就不撕了，伤神，还是把多余的脑细胞放在怎么欺负我那愚蠢的弟弟身上吧。直到那天我在我爸书房里巡视有没有什么进口的新鲜玩意儿时，翻到一份文件，日期显示是昨天，我爸3天前就出差了，估计是秘书拿来的。原本文件嘛，平平无奇的，可上面却写着血缘关系鉴定结果几个明晃晃的大字。我还想着我爸终于怀疑我那愚蠢的弟弟不是亲生的了吗？还专门做了亲子鉴定，要是真查出什么，不是可喜可贺，给我换一个老实听话又聪明贤惠的弟弟过来多好。我迫不及待打开，却没成想上面是我和爸爸的名字，而且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鉴定结果。我的天，又塌了，瞬间浑身血液冰凉，手抖的差点把那张薄薄的纸撕成2半。当然我也这么做了，自私胆小怯懦如我，毕竟我是真害怕他们知道后会松了一口气。顺理成章把在家无法无天的我赶出家门，欢欢喜喜迎接真千金回家。真千金应该是健康懂事有礼貌的吧，哪像我每天仗着身体不好在家里当皇帝，每天说着忤逆爸妈的话，不高兴就1哭2闹3上吊，还嚣张跋扈的欺负弟弟，让他给我跑腿买东西倒垃圾拿快递，闯祸了就毫无心理负担的让他给我背锅。最可怕的是，之前我看杨世子小说的真假千金文时，还突发奇想问过正在给我捶腿的弟弟，如果我是假千金你会怎么办？话音刚落，我盯得两眼光冒的呀，都绿得发蓝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还说啥呀？赶紧收拾东西滚出我的家，谁也不倒了腿也不按了，还打电话给他那群狐朋狗友。兄弟你说这扯不扯？我姐不是我姐啊！天降喜讯，你说对，就是那个恶毒霸王龙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我了啊！这必须得庆祝庆祝，气得我跳起来就他耳朵扇他嘴巴子。假你大爷，我是你真姐，你还真信了你？今晚你死定了，死崽子！当初打得有多爽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估计这回我爸还没宣布完我是假千金呢，行李就已经被我弟扔下楼了。我说呢，我说我爸妈和弟弟那么老实的人，怎么会有我这么刁蛮任性的女儿？原来根本不是亲生的。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犹豫许久，我还是把那张纸找胶带粘好放回文件里。毕竟回想之前，我确实作恶多端，也果真该遭这个报应。离我爸出差回来看见文件还剩半个月，就让我再贪心的享受最后这半个月吧。15天后，我就悄无声息的自行离开，就当是对这个家最后的补偿吧。因为太伤心，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，也没人可以诉说，我找上了资助的贫困生顾延彻，在经常吃饭的餐厅开了个包厢，强行拽着他大哭了3天3夜，饭都没顾上吃。那服务员生怕我死他们这儿了，不停的开门送点吃的，顺便看我2眼。顾延彻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只能由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他身上抹，却丝毫没有任何不耐烦，愣是陪我大哭大闹。学校里的实验也没去做，听他说是跟导师请假了，太有良心了。我更加确定他是我的福报，我的法器，我最后拥有的一片净土。
就是可惜他也即将要离我而去了。呜呜，很快我就要被赶出家门，过上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也没钱资助你了。呜呜，我的香奈儿，我的哭泣，我的宝格丽项链，妈妈舍不得你们。呜呜，我的公主床，我的手工定制窗帘，我的迪士尼限定玩偶都要说再见了，最后给我哭累了，躺在沙发上窝成小小一团，还在不停抽抽。顾延彻找服务员要来薄毯，严严实实盖在我身上，又找热毛巾敷我哭湿的眼睛，凌乱的头发也被贴心的捋到耳朵后面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在我身边安静地坐下，垂眸盯着我看了半天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拳头却越握越紧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第二天，顾延彻不见了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我找遍了他的学校和实验室的同学，都说他请长假回老家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的心都凉了半截。不是，脸变这么快吗？昨晚才告诉他我是假千金，今天他就开始划清界限躲着我，生怕我以后赖上他。这也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、狼子野心、过河拆桥、禽兽不如了吧？我还不敢大声嚷嚷，要是提前把我是假千金的消息捅出去，不仅最后半个月都享受不到，还会被人嗤笑养了个白眼狼。但实在太气，我冲进他出租屋，准备把他东西给砸个稀巴烂，环视了一圈，却怎么都下不了手，因为似乎好像到处都是我的东西。平常我一不高兴就喜欢来找顾延彻，跟土匪似的登堂入室，鞋子随脚一蹬，大衣随手一扔，就往沙发上随意一躺，嘴上还嫌弃顾延彻，你这沙发换了不行吗？硬邦邦的，硌死我了。顾延彻正弯腰捡起我的鞋子，端端正正摆进鞋柜，大衣也捡起来拍了拍，挂在衣架上，一如既往沉默着没有回应我，我也不在乎，翘着脚继续玩手机。死强迫症。然而第二天来的时候，就沙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云一样柔软的新沙发，还是我最喜欢的粉红色。我跳进沙发里，哇哇哇，好舒服。顾延彻，你小子也太懂事了。顾延彻正在敲电脑，镜片后的眼睛一眨没眨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提出的所有建议都被默默采纳实现了。家里多了一个专门给我喝水用的线条小狗杯子，门口总是备着一双粉色的毛绒拖鞋，沙发上还有一叠整齐的毯子，供我玩手机，玩累了盖着睡觉。除此之外，顾延彻的东西非常少，衣柜里的衣服也就水洗的发白的那几件，鞋子3双换着穿。我不满，多给他打钱让他买衣服，也被退回来了，还说什么只要资助他学费就好了。亏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什么勤俭节约、为人真诚上进的好男人，没想到也是装出来的。估计觉得我拿钱侮辱他，早就对我心存不满了吧。平常我也总是时不时骚扰他，他早就嫌烦了，但碍于我资助人的身份不好发作，好不容易等到我落魄，终于可以逃离，他不得高兴坏了，估计现在就在老家大摆宴席呢。我在干净的一尘不染的屋子里默默绕了一圈，心里越想越难受，总有一种妻离子散、孤家寡人的悲凉感。最后在沙发上窝着小声哭了一会儿，慢慢竟然睡着了。醒来时已经接近傍晚，夕阳的余晖铺满瓷砖，外面传来家家户户做饭的油烟香味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准备起来，却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等等，我盖毛毯了吗？我怎么记得睡过去前小毯子被我枕在头下呢？现在这块天蓝色的碎花毯子正严严实实包裹着我，难道是我嫌冷自己梦里盖上的？很有可能，毕竟我那么爱自己。反正绝对不可能是顾延彻回来给我盖的，他要真回来了，应该是把我从沙发上掀下去，然后指着我鼻子骂以后再也不用在我手下屈辱当狗了。越想越难过，我扇了自己一巴掌，别想了，赶紧把他忘掉，趁最后还剩半个月，好好回家享受享受。然而说是享受，从那天知道自己是假千金起，我就再也没在家里闹过了，讲话轻声细语，行为异常老实乖巧。我弟都匪夷所思，悄悄探进来半个头，姐你怎么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滚出去，把门带上。我弟露出爽了的表情，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我姐啊。其实骂完我就后悔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半个月后知道真相，我弟第一个把我装行李箱里扔下楼。于是我轻咳一声，声音尽量温柔礼貌，请帮我把门关上，谢谢。话音刚落，我弟面露惊恐，不敢置信地盯着我退后2步，接着噔噔噔跑下楼。妈，我姐好像被鬼上身了，我满脸黑线。我弟是暗吗？除此之外，我开始听我妈的话，妈妈让我早点睡，不要熬夜了。其实她就是顺嘴说一下，她知道我根本不会听的，肯定我行我素的继续追剧到凌晨。然而她话音未落，我直接放下手机关灯，倒头就睡。妈妈满脸问号。餐桌上，妈妈说吃点菜吧，别节食减肥了。其实也只是顺嘴一说，她知道我根本不会听的。然而我当即夹了满满一大筷子青菜、排骨、鱼肉和牛排，堆在自己碗里狂吃起来。妈妈惊掉了下巴。另外对我弟越发客客气气，不让他帮我买东西取快递了，经常对他微笑，把他抱进怀里拍拍他的背，然后在他耳边恶魔低语，姐姐很爱你，你也很爱姐姐。我弟听得浑身一个机灵，捂着耳朵像是被马蜂蛰了似的。两人越想越不对劲，毕竟我这些日子也不折腾他们了，不再拿着个音响话筒满别墅追着逼他们听我唱歌，不再装病让弟弟给我端茶送水，不再出去闯祸让妈妈收拾烂摊子，甚至还和刘姨抢起了保洁的活。我拿着个拖把吭哧拖地，刘姨在后面拍着腿，哎呦大小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还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提前适应以后的生活，毕竟以后不是千金小姐了，那不得自己打工挣钱。以我弟那个尿性，他肯定不会让我拿走家里1分钱的。爸爸妈妈那么讨厌我，肯定巴不得我死外面，更不会给钱。要不就到时候装可怜留在家里当个保洁，毕竟刘姨工资似乎还挺高的，肯定够我吃喝。白天干得太累，晚上很早我就睡了。半梦半醒间，似乎有人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，也没发烧啊，这是咋了？然后把掉下床的玩偶塞回我怀里，
再掖好被角。是妈妈。听到这么温柔的话语，我眼眶一酸。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包容，是因为我是她亲生女儿吧？无论怎么做都必须容忍。但要是她知道我不是她亲生女儿呢？我之前那么不听话，那么会给她惹麻烦，她其实心里早就觉得疲惫厌恶，但没有表现出来吧？正想着，又有人进来了，似乎是我老弟。他把我手从被子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，这是要掐我打击报复我？正胡思乱想着，手腕忽地一凉，白天拖完地一直隐隐作痛的地方似乎舒缓了不少。我眯着眼睛一看，是一块膏药，不知道我老弟从哪儿弄来的。切，无事献殷勤，肯定是想让我以后少打少骂他。但是你放心啦，老弟，半个月后你就会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姐姐，不会再使唤你、打你、骂你了。在家里夹着尾巴做人做了快10天，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说顾延彻回来了，来得正好，我正愁一股气没地儿撒呢。趁现在我还是真千金，那不得过去教训教训他。我轻车熟路闯进顾延彻的出租屋，手里拎着把菜刀，一脚踹飞门口的血，死强迫症。难受去吧。顾延彻进门却和正在打电话的人面面相觑，我慢慢瞪大了眼睛，因为此刻面前的顾延彻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一身剪裁精良的枪灰色西装，腕表昂贵的耀眼，头发后梳，露出锋锐淡漠的眉眼，浑身透着我不敢认的金贵。见到我时，原本疏离冷淡的神情才稍稍和缓，唇角微挑，恢复成了我认识的样子。我拎着菜刀跑过去，上上下下打量他，惊呼出声：“顾延彻，你怎么穿得跟我爸似的？”他视线淡淡扫过我手上的菜刀，愣怔一瞬，却没有惊慌，对电话那头的人道了句：“晚上再说。”就挂了电话，朝我伸出手，危险，给我吧！我这才想起我此行的目的，大喊一声：“呆，你个白眼狼，拿命来！”菜刀高高举起。延彻却没躲，双眼黑漆漆地压向我，我自觉没趣，只好扔了菜刀，叉腰开骂：“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跟着我觉得很屈辱。一听我是假千金，装也不装了。第二天高高兴兴回老家大摆宴席去了，是不是还放了烟花啊？你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、狼子野心、过河拆桥、禽兽不如的家伙！”越说越气，我抬手就要往顾延彻脸上打，手腕却被人攥住。我没有。顾延彻平静道：“还没有。”我瞪着他：“那你这身衣服怎么回事？不是摆宴席回来了？你个白眼狼儿，早知道我不资助你了。那些钱我给狗都比给你好。”顾延彻叹了口气，松开我的手腕，转身要走。我拉住他：“你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还没骂够呢，一直跟到卧室。顾延彻俯身抱起一堆东西往我怀里塞，我低头一看，眼睛都差点被闪瞎。各种镶钻的名牌包包，还有几百克的大金镯子、钻石珍珠项链，正哗啦啦往下掉。我抬头看顾延彻：“你从哪儿偷的？”顾延彻蹙了蹙眉，却没说话，继续把堆满床的名牌包包往我怀里塞，吓得我忙道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塞不下了，要坏了。”其实在秀逗的脑子这时也反应过来了，他身上的西装我爸也有一套一样的，这材质绝对不是假货，还有腕上的表比我弟那块都要贵，还有手里的包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真的。然而悲催的事实是，我资助他的那些钱根本不够他买哪怕半个包，像只有一个，他其实是豪门少爷，跟我这资助贫困生的游戏玩累了，见我真千金的身份也没了，没得玩了，所以恢复原身，想来羞辱我呢。脑海里回忆起这么多年，我尽心尽力掏心掏肺的资助，还把他当朋友讲了那么多真心话，被骗的屈辱瞬间涌上心头，正要把包砸他脸上时，弹幕突然浮现：“哎，反派为了女主，还是回家给他那狗叉爹当儿子了。”我眨了眨眼睛，是有行字飘过去了吗？说的什么反派女主？我和顾延彻吗？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西红柿小说里开什么玩笑？我又要把包砸过去时，弹幕忽的重新浮现：他爹虽然是京城首富，但几乎每天一有不开心就拿儿子撒气，打得可狠。之前直接把反派一只耳朵打聋了，于是他果断抛弃少爷身份离家出走，身无分文落魄街头，但至少不会受他爹的气了，还遇到了有爱心的女主。唉，就是可惜，女主命中注定的男主即将出现，对女主开启假千金救赎剧情，可怜的反派白挨打了。这几行字清清楚楚、明晃晃撞进我眼睛，似乎也不是做梦。我愣怔片刻，踮脚一把扯开顾延彻的衣服，果然看到了大片青紫的伤口。弹幕难道说的是真的？我想起那句把他一只耳朵都打聋了，确实，刚捡到顾延彻时，他的听力确实不太好，有时候站在他一边说话声音比较小时，他就会轻微歪着脑袋听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在挑衅我，后来带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真相，于是我和他道了歉，还让我爸找了国外最权威的医生给他治疗。做手术那几天，因为他没有家人，我和我弟就陪着他，当然我弟是被我逼的，早中晚给我俩买饭，晚上给我铺床。那时候的顾延彻眼神带着无焦距的漠然，有时候他在看我，目光落过来，却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，明明看的是你，焦点却飘在很远的地方，没有温度，也没有停留，仿佛我只是空气里一粒无关紧要的尘埃。我以为他小小年纪就得了什么抑郁症、自闭症，连夜让我弟背了一本笑话大全讲给他听，结果顾延彻没笑，把我笑得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。我弟急得大喊：“哎姐，你压到他输液管了！”吓得我连忙起身，却见顾延彻仍然表情淡淡的，连眉毛都没蹙一下。好吧，可能人家性格就这样，养养就好了。我和我弟两人在顾延彻病房肆无忌惮，因为是 VIP 病房，很大，有时候我和我弟就打羽毛球，让顾延彻当裁判，
裁判很公正，也不讲话，全程看我俩吵吵嚷嚷，揪着头发打架。吃饭的时候也不和谐，我嫌我弟太胖，把他碗里的鸡腿夹给顾延彻，我弟敢怒不敢言，吃了一顿又一顿眼泪拌饭。直到拆线那天，是个阳光灿烂的早上，医生一圈又一圈地解下顾延彻耳朵上的纱布，我站在他一侧，有点紧张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能听清我讲话吗？”应该效果不错，因为顾延彻朝我看过来时，漆黑的眼睛仿佛大雾散尽，露出星光点点。能，这是这么久以来他对我们说出的第一个字。我和弟弟喜极而泣，两个人扑上去抱住顾延彻，太好了！身前的人犹豫很久，才轻轻抬起胳膊抱住了我们。想到这里，我才知道弹幕说的似乎是真的。我看着顾延彻胸前大片还未完全痊愈的伤痕，心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是感动呢，还是感动呢？但更多的还是气愤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想被你爹打死吗？就为了这些包？顾延彻偏过脸，没事，什么没事？这么深的伤口，我急得继续要脱他衣服。还有别的地方吗？顾延彻躲开，抓住我的手，摇摇头，没了，不用看了。弹幕，反派不用要强了，你的强来了，快点女主看你满身的伤痕啊！他这爹是真狠，还鸡贼，专往看不见、衣服能遮住的地方打。反派也真是，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，他爹棍子都要抽断了，一棍子一张银行卡，反派硬生生扛10棍子，还喊不够呢，可把他爹气死了，差点没把他打死，养了快1周，能下地了才敢来找女主，看得我眼泪直往下掉。我知道他这都是为了我，怕我成了假千金被赶出家门过苦日子。这么多包，这么多，全是他拿伤换来的。我拽住顾延彻的袖子，这些够了，真的够了，我也没那么难养，粗茶淡饭也吃得来，没有包杯也没关系，你别回去了，好不好？顾延彻却摇头，不要，不要什么不要，你都要被打死了。我气得瞪他，这些包我不要，换成钱还给你，你拿这些钱自己过好日子去，我不用你养。顾延彻定定地看着我，忽然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我要养。低沉的声音响在耳边，连同我的心一起猛烈跳动。我红着脸把他推开，谁让你抱我了？他快死了！我没听清什么。顾延彻看着我，歪着脑袋，眼睛里藏着淡淡阴沉的笑意。没关系，他快死了。弹幕太疯了，不愧是反派，反派什么反派？这死弹幕生怕顾延彻不进监狱呢。你要干什么？咱可不兴做那违法犯罪的事儿啊！我突然不喜欢名牌包了，我就喜欢卡通的小狗、小猫、小鸡的包。拼多多上多的是，你不要回去了。我生怕顾延彻走上不归路，真的回去把他爹干死了。紧紧扯住他胳膊，好不好？顾延彻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忽地抬手揉揉我的头发。好，我却没看见头顶的弹幕。哎，这俩人在一起多好啊！就是可惜，真正的男主要回国了，没人能拒绝完美的男主，更何况他和女主青梅竹马，从小就一见钟情。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女主，准备不择手段，死缠烂打。反派这种不争不抢的，哪可能斗得过呢？可惜了，反派白挨打了，不仅一身伤，老婆也保不住。顾延彻答应我不回去了，却天天也见不着人影。好不容易见一次，我扑上去就扒他衣服，是不是又回去挨打了？我看看，顾延彻没有拒绝，老老实实的任由我检查，直到我伸手要扒他裤子，他才抓住我的手腕，耳尖有些红，这里没有。我这才想起，哈哈，是哈，他爹也不至于变态成这样。顾延彻就把脑袋抵在我的肩膀上，我见他确实最近面容疲惫，黑眼圈都出来了，就体贴的没有推开，就允许你靠10分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靠过来的时候，心里所有的不安和担忧都烟消云散，我也似乎不再畏惧。几天后，即将被戳穿假千金身份，赶出家门，强行拉着顾延彻去医院检查完伤势。从医院出来时，风吹得有点冷，刚缩了一下脖子，顾延彻便脱下大衣要披在我身上。忽地，弹幕浮现，来了来了，男主终于回来了。同时身后传来一声惊喜的呼喊，念念，头还没回，整个人就被抱住，大衣掉在了地上，一颗黄色的头埋在我脖梗处，使劲蹭啊蹭，我差点幻视成一只大金毛。念念，我好。男人抬起头，一双勾人的桃花眼明亮的晃啊晃，我下意识推开他，我擦哪来的黄毛？我靠了，男主咋是黄毛啊？我最雷黄毛了。男人委屈极了，登时红了眼。谢直啊，我是谢直。我这才想起，原来是去留学的竹马谢直，他竟然是我的男主。不要啊，我也雷海龟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好留学4年吗？这都7年了，你去哪留的学啊？谢直更委屈了，德国啊，那正常了。我摸摸他的脑袋，还活着就不错了。谢直似乎很喜欢被摸脑袋，闭着眼睛舒服的在我手上蹭蹭，蹭完他拉住我的手，念念，走，我请你吃饭。我这才想起被我们遗忘的顾延彻，刚要回头给他介绍，就被谢直强行掰正了脑袋。念念，你只能看我一个男人，看个屁，没礼貌的家伙！我踩了他一脚，强行把他拉过来介绍给顾延彻。顾延彻正等在我们身后，捡起的大衣落寞的搭在手上，隐隐有落灰，不知为何他没有拍掉。他是谢直，我朋友。谢直嘻嘻笑着附和，以后会是男朋友的。我给了他一巴掌，这个是顾延彻，是我以前资助的学生。哦，你好。谢直敷衍的应了一声，推着我的背要走，快，饿死了，去吃饭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站住，念念，我感觉有人在踩我鞋跟。两人齐齐回头，就见顾延彻一脸若无其事的跟在后面，见我们回头，一脸无辜的看过来，似乎在问怎么了。
错觉吧？我安慰道。顾延彻哪会做这么幼稚的事？谢芷咬了咬牙，继而笑道：念念说是，那就是走吧。直到快要走进餐厅，谢芷突然啊的一声，差点摔倒，扶着我的手才堪堪站稳。就见他左脚尴尬地露着袜子踩在地上，鞋被远远落在了后面。谢芷尴尬地跳回去穿鞋，人来人往都看见了，几个小姐姐还捂着嘴偷笑。顾延彻走过来牵起我的胳膊：你这竹马走路也太不小心了。自从我竹马回来后，顾延彻忽然变得很粘人。原本我在出租屋的沙发上躺着玩手机时，他一般会在餐桌上工作，这2天竟然搬着电脑坐在了我旁边，而且打着字，忽然会停下来拿头在我身上蹭蹭，吓得我推开他：不是哥们，你要实在痒的话就去洗头，真的很诡异啊。顾延彻大多数时候是面无表情的，他竟然冷着脸蹭我，苍天呐，我浑身要起鸡皮疙瘩了，实在想不出他这是在干什么。弹幕突然浮现，笑死我了。反派在学男主呢，他以为女主喜欢粘人这一款，女主真是不解风情，跟猫为什么一直想坐一桌吧。反派想贴贴，女主一直在挑衅我。哦，原来是想贴贴啊，那就好，还以为他脑子坏了呢。蹭吧蹭吧，不知为何他越过来蹭，心里越会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，就好像一只外表高冷的猫咪怕被主人冷落，于是也学着别的猫撒娇似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摸摸顾延彻的脑袋，放心，你那么仁义，为了我还跑回去挨打挣钱给我买包药养我，你这兄弟我交定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和你绝交的，好兄弟一辈子。顾延彻原本正在蹭的脑袋刷一下抬起来，仿佛十分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端起电脑重新回到了餐桌。我满脸问号，我跟你掏心掏肺呢，怎么还生气了呢？正苦恼，谢芷打来了电话：念念你在哪里？我接你出去玩啊。我还没答应，顾延彻又刷一下站了起来，我也要去。你不是在忙吗？顾延彻穿上大衣，现在不忙了。5分钟后，3个人面面相觑地站在楼下冷风里。谢芷十分不满地拉住我的手：念念，你带他出来干嘛？顾延彻低头看了一眼我们拉在一起的手，也有样学样地拉住我另一只。他爹的，怎么感觉我们仨像个串联电灯泡呢？哦，他一个人无聊。我一边解释一边把手使劲从他们那里抽了回来。上车时，究竟坐谁的车又犯了难？我看了眼谢芷红色骚包显眼的玛莎拉蒂，还是选了顾延彻低调商务的迈巴赫。结果刚拉开车门，谢芷挤了过来。我刚想起来忘带钥匙了，先一起坐顾先生的车吧。于是谢芷和顾延彻2人一脸沉默地坐在了前面，尤其是谢芷，脸色沉得能杀人。最后来到谢芷订的餐厅，似乎是包了场，周围没有人，只有一张桌子安安静静地燃着红烛。进去，一旁等待许久的乐手便拉响了小提琴，非常浪漫的一曲 Love Story。如果不是3个人坐一张桌子就更好了。其实本来只有2个凳子，谢芷挑衅一般抢着坐下，然后抬头挑挑眉，那边还有张桌子。顾延彻点头，谢谢提醒，然后去另一张桌子搬了一把凳子回来，咔嗒放下，坐在了我左边。谢芷也不甘示弱，屁股使劲挪动椅子，挪到了我右边，几乎贴着我坐。顾延彻看了看我们，于是也起身挪动椅子，也和我贴着坐。谢芷又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蹭蹭。念念，你想吃什么？顾延彻见了，也把脑袋靠在了我肩膀上。我沉默了，这还吃个嘚儿啊！大爷的，我们仨现在像啥啊？旁边小提琴手笑的手抖的都像在锯木头了。我把他俩脑袋推开，都滚开，热不热啊？最后3个人各怀鬼胎的吃完饭，又提议去看电影。谢芷选的鬼片，我皱着眉，我害怕啊。谢芷拍着胸脯，没事，我不怕，你躲我怀里就行。结果最后鬼还没出来呢，谢芷大叫着把自己往我怀里使劲塞，一边害怕的瑟瑟发抖。念念，我好怕啊，我害怕鬼啊，鬼呜呜！我无奈的抱住他的脑袋安慰，都是假的，不用怕。顾延彻瞥了一眼我们，忽地半个身子探过来，也往我怀里钻，一边钻一边面无表情道：我也害怕。电影最后也没看成，因为他们2人打起来了。谢芷首先揪住顾延彻的头发，哪来的野男人？我是念念的青梅竹马，你知道吗？青梅竹马，天生一对，以后要结婚的那种。你只不过是一条野狗，敢跟我抢念念？哦，不对，我也是念念的狗，但我是好狗，你是坏狗，去死吧！顾延彻猝不及防被打了几拳，却没还手，捂着脑袋躺在地上不动了。谢芷吓懵了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他踢了几脚，顾延彻却仍旧不动。大哥，你碰瓷的吧？谢芷煞白着脸，掏出手机要打120，喂医生救命啊！我打死人了！我也吓得去掐顾延彻人中，手却被人牵住，低头对上顾延彻带笑的眸光，跑吧！于是2人起来就跑，只剩谢芷一个人无助的在角落打着电话，为爹完大了我，给我准备1000万，我打死人了！呜呜呜！打完他回头，2人都不见了，靠，白被骂了。回家后，2人笑得直不起腰，笑着笑着，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手正被顾延彻牢牢十指紧扣，很高的体温一直烫进心里。顾延彻忽地不笑了，起身很认真地看着我，眼底黑沉浓厚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再也压制不住。我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你怎么了？顾延彻却步步紧逼，直到把我逼进墙角。我抵住他肩膀，话没说全，顾延彻便低头吻了下来。我瞪大眼睛，只感觉唇上那一小片温软的触感在慢慢移动试探，见我没有拒绝，便往更深处探索。最后我颤着如湿的睫毛推他，好了够了，吻完脑子还在发懵，你亲你好兄弟。顾延彻似乎是没招了，把脑袋抵在我颈窝。我喜欢我好兄弟。说罢，他有些紧张地抬头看
看我，却见我舔了舔嘴唇，两眼冒光，还挺舒服的。要不要再亲一次？顾炎彻笑了。好啊。弹幕本以为男主的死缠烂打包拿下女主的，没想到反派是个学人精绿茶精，还更胜一筹，哈哈哈哈。第二天是我爸回来的日子，也是宣布我是假千金，被赶出家门的日子。顾炎彻抱了抱我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确实有他在，确实不用怕了，因为顾炎彻爹死了，却不是被他弄死的，听说是脑梗。顾炎彻作为他唯一的儿子，继承了他所有的财产和公司。公司的人虽然不服，却都很怕他，毕竟这儿子才回来多久，才10几天，他爹就离奇脑梗死了。谁知道是不是这儿子故意气的？站在大门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刘毅正跳舞呢，看见我却高兴地喊：“小姐回来了！”小姐，我还是吗？我爸不是回来了吗？桌子上的文件他肯定看见了啊，却见我爸正高兴地朝我招手：“快来，给你带礼物了，你最喜欢的爱马仕新款。”我疑惑地走过去，看了看四周，低声道：“叔叔，我不是你女儿啊！你桌子上不是有个检验报告吗？”然后被我爸追着打：“你喊我什么？叔叔，你胆子大了你！”打到最后才知道，那报告是假的。王秘书那天和我爸吵架，一气之下气了一下，最后实在气不过，打了2份我爸和他孩子的亲子检测报告，全 P 成了没有血缘关系，来侮辱我爸。我弟的那份估计夹在别的文件里没被我看到，偏偏只看到了自己那份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太侮辱人了吧！我气愤道：“害我白担心这么久，你把他辞了没有？怎么能这么侮辱你？”我爸却心虚地垂下脑袋，哈哈，其实以前我也打过他和他小孩的。我？问号，所以我真的是你女儿？我爸敲了下我的头，毋庸置疑啊，你和你妈年轻时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啊！那太好了，又能在家里作威作福了。知道真相的我第一件事就是忘本，我一脚踹开我弟的卧室门，帮我取个快递，快点！